今天上午啊，有一对相亲男女是先后找我告状，就挑那饭点，我这中午饭我都没怎么吃，那简直都是各种痛批对方的这个不好啊。起因呢是两人呢是婚前试婚了2个多月，结果呢过的呢是一地鸡毛呀。男士呢是93年的本科是一名培训讲师，生活呢也是比较能说会道的。女士呢是94年的大专企业的一名采购。两人呢是今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给他们介绍认识的。他们见面天我就印象特别深俩人刚碰面的时候男士就很热情夸赞这个女士是这儿好那儿好，人好性格好等等的一串彩虹屁。女士呢是被吹为捧的也是有点飘飘然一个劲儿的捂着嘴直笑呀。咱就该说不说，为什么有些男士他总是相亲老失败？你这起点就比别人落后了呀。见完面之后这个男士夸女士是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女士夸男士是行为绅士也很关心人，那真的是相见恨晚就这样呢，两人认识了有1个多月之后就确认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呢也是很甜蜜三观合适，性格合适，哪都很好在一起3个月之后两人呢决定婚前试婚。女士呢就搬到了男士那里不是不知道，一试那简直都是一地鸡毛刚在一起的前半个月两人特别的和谐，男士送女士是上下班，晚上呢一起去外面吃饭，偶尔呢买点现成的回家再来个烛光晚餐，这今儿吃牛排明儿吃龙虾，这周末再来个涮个火锅，好是甜蜜可奈何钱包不允许于是呢两人呢就决定下班回来自己做饭吃饭。这一开始是男士买菜，女士做饭，但男士有时候下班比较晚就有点耽误，这没办法姑娘是早下班回来就去买菜回来做饭，男士回来呢就吃现成的。之前男士还刷碗慢慢的就不太想刷了，这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就开始玩游戏，理由是自己下班晚太累了。这姑娘心里就有意见了都上班，凭什么就我做饭给你吃呀？两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姑娘是比较爱干净的，男士就邋遢一些，每次下班回来这个脱下的袜子就突脱成一个球塞到鞋里，第二天早晨再打开接着穿。就因为袜子这事这两人吵了好几次。姑娘呢每次让他晚上把袜子给洗一下，但男士说没臭味不用洗。两人就因为这件事情都不欢而散。周末呢两人也是各种矛盾不断。姑娘想去看电影逛个街，男士说看电影就回家看还免费，这结了婚以后还是要过日子的，不能太浪费了。姑娘呢就越来越有意见觉得两人的三观是严重不同后来就有一次这个姑娘到了生理期嘛，这个肚子疼，男士就给她买了一包红糖扔到桌子上，这个姑娘呢就要求男士给她冲好，男士就觉得她太矫情了，又不是不能自理了。就因为这事儿俩人又吵了一架。这个家务也是吵架谁都不想干。姑娘的理由是这还没结婚呢，又不是我家，为什么要我去做保姆？男士觉得生活在一起那就互相帮助家务就一起来干。另外这男士有抽烟的习惯，以前觉得这个男士抽烟挺帅的，后来觉得这家里烟灰到处都是，而且还很呛人，就受不了。还有就是这个姑娘这个洗衣服从来都不用手洗，一件裙子都要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男士现在太浪费水了，而且呢只洗自己的衣服从来也不给男士这个洗衣服。女士有意见我干嘛要给你去洗呢？就这样呢两人呢每天生活在鸡毛蒜皮的争吵当中男士说姑娘是特别的斤斤计较，不止矫情还作。姑娘说男士有大男子主义生活邋遢，脾气还不好。最终试婚2个多月之后宣布了分手，互相埋怨对方都是试婚惹的祸大家支不支持婚前试婚呢？那关于试婚的说法真的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但你要是决定试婚同居在一起，你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试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们生活在一起互相挑彼此的毛病，而是要在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沟通，学会互相去退让，互相理解和包容，这样的试婚呢才会修成正果。两个人在一起性格不一样，一定会出现矛盾。那这段感情能否长久幸福，不是看你们卿卿我我有多甜蜜，而是要看发生矛盾的时候是否会处理，是否愿意去包容对方，去理解，去妥协，这才是试婚的目的当然一定要坚决拒绝那种以试婚为理由却不想以结婚为目的的流氓行为，太可耻了。最后问问大家你们接不接受婚前试婚
今天呢，一位43岁的未婚女士跟我说她后悔了。我听完后是真的非常有感悟。她说的话呢，我分享出来与大家一起共勉。希望未婚的伙伴们一定要听完。她说，曾经在24岁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两人谈了3年多，他对我非常好，他也是我现在最后悔错过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只有20多平方的地下室里，每天赶地铁去上班，他发了工资都会带着我去买衣服，去吃好吃的。我们计划着攒钱买房结婚。那段日子啊，虽然穷，但却是我过得最开心的。因为男友家是外地，而且家里条件差，在北京和我们老家那里啊都买不上房子，父母就坚决反对。我也觉得攒钱买房啊太难了，于是呢就提出了分手，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来找对象。从27岁开始，我就不停的相亲，最多的时候一个周能见2到3个，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大多数都是我看不上对方，有感觉的呀条件太差，这条件好的呢，要么长得太丑，要么个子太矮。我就想找一个看得过去的，起码出门啊不至于别人说呀怎么找了这么个人吧。于是呢挑挑拣拣的，一直到了30岁，我真的开始着急了，开始发慌。那一年呢，我遇到了一名同龄的船员，年薪20多万，有车有房，都装修好了且没有贷款，个子呢也挺高，我觉得各方面呀都凑合。我就开始试着和他谈恋爱，但却发现呢他情商低，说话直，我生气了都不会吼，越谈越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们没有话可说，感觉就很尴尬。我于是提出了分手。那一年呢，我妈骂我说我挑3拣4，可我也只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后面2年呢，我干脆直接摆烂，因为家里催婚催得我好烦，我干脆不想结婚了，摆烂吧，活着一天算一天。直到我33岁那年，母亲重病，临走之前呢和我说最后悔的就是拦着我，没有让我和第一个对象结婚。那个小伙其实他挺喜欢的，但是因为怕我结了婚吃苦，所以拒绝了。我听完呢，心里是五味杂陈，但是为了照顾母亲的感受我就跟他说，我本来也不喜欢那个小伙。最后母亲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开始悔恨，我已经33岁了，为什么还要去挑挑拣拣？和谁过不是过呢？之前好多物质条件也不错的，如今人家都结婚了，我却还高傲的单身着。接下来的2年，我进入到了疯狂的相亲阶段，到处请别人给我交对象，各种婚介，各种平台，我能去我都去，但是我还是没有嫁出去，因为大多数都是别人嫌弃我年龄大了，我再怎么精致打扮，依然掩盖不了眼角的细纹。还有那些不想找单亲家庭的，这是让我最受伤的。可是我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后来媒人接二连三的跟我说现在没有合适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经不想给我介绍了。接着呢，我开始找离异没有孩子的，结果长得丑的我还是不喜欢，条件差的我还是看不上。我再怎么劝自己我都做不到。最后我们这边的媒人都传开了，都不愿意给我交对象了。我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我错了，真的错了。希望遇到一位有感觉的就可以，我也不挑了，也不要求什么物质了。39岁那年，因为出差遇到了一位聊得来的男士，离异不带孩子。我以为爱情终于眷顾我了，却发现呢，对方有一个瘫痪多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我又拒绝了。直到今年我43岁了，人生过了一大半，我才知道我活的是多么的可笑。当初遇到的那些哪一个都比现在的这些男士要好。我后悔的不是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而是我曾经过分的追求感觉和物质，导致我错过了很多。我希望那些正在相亲或者大龄的未婚姑娘听我一句劝，遇到一位对你还不错的，条件也可以的，能结婚就结婚吧。世上没有那么多的缘分可以遇见，年龄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过了30，你就会发现你遇到的男人一个不如一个，不是让你将就，而是不想让你去后悔。希望你好好珍惜年轻的这段日子，找到幸福。今天上午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那现场真的特别精彩，我都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主题呢叫做闪约8分钟。来参加的这个男女比例都是1比1的，大约有70多对。今天的表白还是蛮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意义
大家一定要听完。就有一位男士啊，是93年的，人家是一名体制公务员，身高有175左右，长相也不错啊，反正蛮阳光的，看着他是最受女生啊欢迎的，这有8位女士啊就中意他。哎呀，反正我见了还是觉得男士啊确实蛮优秀的。这按照规则呢，他要从这8位里面选出3位女士啊来接受他们的表白。哎，这有意思的事情它又发生了呀。他选择的3位啊，分别是99年的在事业单位工作的，96年的钢琴老师，以及92年的部队文职干部嘛。这3位姑娘的相同点呀，哎呀，也是男人们都统一的都比较喜欢的，就是身材好，长相也是倍儿漂亮。接下来呀，主持人就让这3位姑娘呢，一人说1分钟啊去表白。99年的姑娘啊，这个比较大大咧咧啊，倍儿自信，说的内容呢也比较言简意赅，就说啊自己特别喜欢男士啊，希望能够认识一下。完了，这个轮到96年的钢琴老师的时候啊，就有一点这个害羞啊，有点这个小紧张、小腼腆，说自己啊见到男士啊，第一眼就觉得他会是陪伴自己走一生的人。那他相信爱情啊，喜欢1家2人3餐4季的这种生活，说的就比较有文艺范儿。这男士听了又有点不好意思呀。这姑娘刚说完呢，现场就有点内卷了啊。99年的姑娘就举手说呀：“哎呀，我刚才那个话呀没有准备好，我想重新再说一下。”那主持人呢就让他再说了一次，这次的话呢就比较肉麻了。姑娘说呀，男士呢是他喜欢的类型啊，他愿意对男士好啊，等男士老了之后啊，推着轮椅啊带他看夕阳啊等等。最后一位92年的姑娘呢就比较稳重一点了啊，毕竟年龄在嘛，对男士说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想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由1家2口啊到1家4口，希望能够跟你啊有一个缘分在这儿。就这样呢，3位女士啊是各自表白完啊，由男士去选择了。谁知道人家男士啊就问主持人呢，我可不可以问3位女士啊一个问题？主持人呢就答应了。这个男士就问他们呀，我想知道你们谈过几个男朋友？这当主持人把话筒给这个99年姑娘的时候哈，这99年姑娘就说呀，哎呀，你先让96年这个姑娘先回答吧。然后呢就是96年的这个钢琴老师啊去回答。他说呢自己啊大学谈了2位，毕业之后呢又谈了2位，这不一共4位啊。接着呢99年这个姑娘呢就有那么一点自信哈，并且小骄傲，就说呀，我一共才谈了2位。最后到92年的这个姑娘的时候啊，她就有点害羞啊，就回答说呀，我是母胎单身啊，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待感情呢都比较谨慎。说完呢，旁边这位99年这个姑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心眼啊，就说啊，你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对象呀？接下来呢，主持人呢就问这个男士啊，想和哪一位在一起啊，就去牵这个姑娘的手啊，一起走过来。那如果不喜欢呢，都可以啊，放弃选择啊其他姑娘。男士呢就考虑了那么一下下啊，径直啊走向了92年的这个姑娘，牵着手啊走到了主持人的旁边。剩下2位姑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下了台。主持人啊就问这个男士啊最喜欢姑娘哪一点？男士说呀，简单单纯。台下男士哗的一片啊都在鼓掌。那有很多姑娘来找我找对象的时候啊，都是啊想着自己条件越优秀啊，这个长相越漂亮啊，就越能够配得上条件好的这个男士。但是啊，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发现啊，就是当自己优秀了，反而那些优秀的男士啊却不选择自己。这男人找对象呀，其实就看重那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情史，第2个是性格，第3个是有思想，第4啊是年龄和外貌。所以啊，姑娘们，你在找对象之前啊，首先要自爱，其次啊，要多学会啊去理解他人，善解人意，有独立的思想和主见。这趁着年轻呀，抓紧找。大家觉得这个男士啊选了一圈，选了一位比自己还大1岁的姑娘，合适吗？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位呢？